1402年的靖难之役，建文帝究竟是死是活？说实话，朱棣也不清楚，但是他知道，在舆论方面，建文帝必须死了。可建文帝的几个弟弟和儿子怎么办？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怎么办？建文帝的下落到底怎么追查？朱允炆的几个弟弟不是死于失火事故，就是死在了凤阳监狱里。朱允炆的皇太子朱文奎当年仅7岁。离奇的是朱棣攻入南京之后，朱文奎是莫之所踪，找不到，失踪了。只有朱允炆的小儿子2岁的朱文贵，因为年龄太小，一直被朱棣幽禁在凤阳老家，直到明英宗时期，这个废皇子已经是50多岁才获得自由，但他却跟智障一样，连牛马都分不清。朱棣对于建文朝的官员下手更狠，据说朱棣称帝之后建文朝高官400多人集体出逃，仅有20多人向他称臣。朱棣是怒不可遏，公开宣布他们为奸臣，并对其中死忠应相的人以及其家族展开了无情的大屠杀，包括瓜曼朝朱10族等等。但是人家叔侄争权，天下还是朱家的天下，建文朝的臣子为什么却这么死忠不是二君呢？类似皇族内部权力转移的事儿，之前的唐朝有玄武门之变，之后的清朝有九子夺嫡，从未有如此大规模死忠的臣子，大家很自然就站到了新君一边了。哪怕是明清一代，清朝入主中原了，崇祯一上吊，明廷高官，那也没见几个真有气节的。那为什么偏偏建文朝一倒，倒出了一群不怕死的死忠之臣呢？你多想一下，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建文朝的诸位大臣都相信建文帝没有自焚，没有死，救主还活着，自己不能服侍新君，这也是他们基本的节操。朱棣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他大开杀戒，一是杀鸡儆猴，二是要让知道真相的人消失。这就牵涉到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另一个版本，一个连朱棣内心都深信不疑的版本。1402年的明皇宫大火发生的时候，建文帝已经逃遁了。从朱元璋生前不遗余力替皇太孙朱允炆清除皇权潜在威胁，以及朱元璋个人发迹前曾经出家当和尚的经历，真的有可能爱护皇太孙心切的朱元璋生前应该有对朱允炆或他的亲信交代过极端情境下的逃生处置方案。明史在不同地方一再提及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或曰帝乃为僧出亡等说法，正是指向朱允炆出逃的历史事实。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朱棣表面上对外宣布建文已死，但是他的内心始终相信朱允炆还在世上。在攻入南京不久后他就派人暗中追寻建文帝的下落，抓到一个名为普洽的老和尚。有人告发普洽在建文帝出亡前为他剃发。建文帝极有可能逃亡藏匿到普洽的家乡杭州。朱棣遣人追查，没有找到建文帝，担心事情泄露，所以用其他罪名将普洽关了起来。这一关就是16年。到永乐16年，朱棣的帝师姚广孝年迈病重，朱棣亲自去探望他，问他有什么话想说。姚广孝就说希望放了普洽，普洽因此才重获自由。从历史记载看朱棣在位期间的很多诡异做法均与追查朱允炆的下落有关，只是在官方的宣传之中，建文已死，所以他必须以其他名义暗中追查，不能声张，恐让天下人知道真相。在海路派郑和下西洋。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朱棣疑惠帝往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要兵抑郁，使中国富强，故派郑和下西洋。可见寻找建文帝是郑和出洋的
主要原因。宣扬武力只是附带功能，掩世人耳目。郑和下西洋，每次船上都有近3万的军士，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啊，并不符合外交使团的惯例。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解释得通，那就是朱棣相信建文帝逃往海外，并且已经组织了海上武装势力，因此必须派出规模庞大的军队，才能防备建文帝的武装复辟。在陆路，朱棣派出亲信大臣胡盈，名义上是寻访先人张三丰，实际上是查访建文帝下落。《明史胡盈传》的说法是，朱棣遣营访先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相议，饮察建文帝安在。胡盈出去执行任务10几20年，连母亲死了都未回去吊丧守丧，这在传统社会完全违背了礼制。一直到永乐21年，胡盈才风尘仆仆地回到朝廷。此时朱棣因亲征漠北鞑靼部，去了宣府镇。胡盈又立即驰赴宣府镇，赶到时已是深夜。正史记载，帝已就寝，闻营至，即起召入，营悉以所闻对，漏下4股出。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早上再说呢？史书虽未透露君臣2人长时间密谈的内容，但是可以看出，这得是多么重要的事儿，才会让朱棣半夜爬起来召见胡盈。正史紧接着说，君臣2人深夜密谈之后，朱棣致仕以使事。至此朱棣心中积压多年的疑问疑虑终于打消了。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永乐21年。这一年，胡盈的深夜汇报打消了朱棣的心中之疑。同样这一年，郑和第6次下西洋回国，此后到永乐朝结束，郑和再未有下西洋的行动。从这些奇异的事件，基本上咱们可以断定，胡盈确实找到了建文帝的下落。而从朱棣的反应以及结束海陆2条寻踪之旅的决策来看，此时建文帝的状况只有2种可能：第一，他真的已经死了；第二，他已出家，完全放弃复位的抵抗，遁身事外。无论胡盈带给朱棣哪一个确切的消息，朱棣终于放心了。然而从此之后，关于建文帝死亡之谜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是各种事件纷至沓来，愈加